安乐，见陈礼吧。殿下想说的，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离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忠义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3万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，殿下，好身手。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
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境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苑书、温硕吉利，还有这个简颂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值得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成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太子带着任安乐去祭拜了太祖，是。难不成真像任安乐所说，
他给太子排忧解难的灵动心思，让太子心动了。赵福，笑什么？老实说。老奴不敢。朕恕你无罪。陛下，您想想，这任大人江南一行，对忠义侯的一系，又是得罪了一遭。太子殿下，若是真的对任大人有意，太子一向嫉恶如仇，朕一早就知道。他早就不满古云年的做派，如今几次三番的给古云年下马威，虽是得罪了权臣，也算在民间树立了储君的威望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能和任大人默契配合，也不枉了陛下的一片期待。只是太子有朕撑腰，而任安乐也是树了劲敌，只有太子一个人相护，怕是如履薄冰啊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等他们两个回京后，朕跟太子好好商议此事。好。华珍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出来吧。大人，新任的府尹已在千叶阁的保护下安全抵达江南上任，治理水患的工作也在顺利展开。你办事我总是很放心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钟离文？听说这钟离文喜欢给那些不听话的下属穿小鞋，那不如我们也给他做上铁锈鞋，让他也尝尝。大人是在给任大人助兴吧？这钟离文处处和任安乐作对，如今到了我手里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只是任大人现下已经动了古云年在江南的根脉，若是回京，势必会引来更狠的报复。这也是我担心的，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人给韩仲远送了折子，因为目前以我们的势力，已经不足以保护安乐了。钟义侯那边，再派人给我定锦线。是。简宋死了，任安乐还是安然无恙。看来我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的确，最近来府里的官吏少了很多。他们是怕成为第二个钟离文。这群人也不想想，本侯若是倒了，他们一样一损俱损。侯爷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陛下是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的。那任安乐呢？他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天，我就一天心里不能安宁。侯爷，你去哪里？去见陛下，为任安乐请功。
侯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立得大功，难道我还要明面上和他针锋相对吗？夫人觉得呢？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任安乐，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。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了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驾！任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射在我的手里。话说那任安乐与太子联手，屡破大案，江南赈灾之行，更是传为佳话。那日灾民齐聚望江楼，眼见赈灾官兵恃强欺弱，不有一女子站了出来，用长剑将盛着馊水煲汤的木桶一劈2半。这女子何许人也呀？竟南任安乐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小姐，这2日你不在，这京城可是热闹得很。怎么了？这一夜之间呀，您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比咱们出进京求嫁太子的架势还要威名赫赫呢。而且有传言说，这穆天府之行啊，您十有9功。咱们小姐自然是了不起，只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催动这些声音啊？肯定不止一人。除了骆大人，还能有谁？太子。是，太子如今对小姐的事情是渐渐用心。甘露时雨，不思一物，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储君，只可惜如今我只是任安乐。小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？苑琴，你还记得你闯入晋南大山的那日吗？记得。若不是小姐，苑琴早已冻死在山里。你要永远记得那一日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帮你记住过去。如果没有了过去，也便成不了如今的我们。方才那些话，以后别再说了。苑琴记住了。骆明熙，恭喜你啊，安乐。
如今这朝堂之上，半数人已经受你恩泽，再加上这江南，也终于落下我们的棋子了。是我和寒夜，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你。此去江南，有何收获？我随着那个荷花坠子一起去找到了一名叫做钟海的旧士身上，可惜时间过去实在太久，他已经下落不明了。但是在钟礼文家中的花瓶当中，确实找到了8万名将士的名录，还有10余名幸存者，他们的名字都被圈出，其中便有钟海。看来这个钟海至关重要，我会派千月阁全力追查。阿乐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无非手握权柄还有民意。当弟子缘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接近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8万将士，还有灭我9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寒夜。明白就好。朕跟你说的是太子选妃一事，你却跟朕说任安乐。既然陛下已尽数了解此事，也该知任安乐之功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来之前，已经有刑部尚书和古云年为其上奏请功了。他为做太子妃而来，这一路上，却将古云年给得罪了个干净。无论他是否只求嫁于你，这个女子都必然不简单。朕已经允许她入选太子妃，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把她给朕看好。臣谢过陛下，但臣还是想说，臣非打住！朕今晚赐宴，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任安乐说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不见我了吗？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骆大人，分金离股的手法刑部用的如何了？任大人的手法果然好用，所以呢，我连夜上奏，希望与任大人在朝中结为同僚，不要被儿女情长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心里就只有儿女情长，看来是要辜负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再说太子选妃一事，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我事先退出的话，岂不是就给别人做了嫁衣了？对吧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，你平时还说我如此饮茶呢，怎么如今自己如牛饮水了？任大人，恭喜呀！哎呦，侯爷都来恭喜我了，实在是不敢当。任大人太谦虚了。试问坐下各位，有多少人没有尝过你的手段？我看看啊，哎呦，就差侯爷您了。您可得谨慎点才是，别哪天您就领教到我了呢。任大人屡屡立功，怎么也有本侯的功劳啊？侯爷说的正是，如今古旗上还有钟礼文都成了我的垫脚石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不得不跟侯爷对饮一杯了。
还有一杯，就预祝您的女儿可以成就我的太子妃。哦。然安乐，这毕竟是在正殿之上，那又如何？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倒不如就让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收获呢。罗大人，来。到了。都怪殿下不会喝酒，也不会替安乐挡酒，害安乐醉成这个样子。你没醉，别装了，快起来。殿下不也一直都在伪装吗？然安乐，你以后别再用太子妃之位当借口了。借口？我跟殿下一起经历这么多，你还是这么认为的？虽然我是输给了先皇的遗诏，但我并没有输给弟子园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如今快要下山了，我们二人必须恪守礼节。那是谁？那人在江南客栈说什么10年殿念皆成过往的？我今后日日得见子元，殿念自然皆成过往。没想到殿下也会说这种赖皮话。然安乐，我必须信守承诺，护他周全。啊！我不听。去刑部。是。殿下深夜到访，为何不知会一声？以我们俩的交情，我就不能是不请自来？情能转浓，也可以见淡。殿下跟我是哪种，却未可知了。在江南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你要是跟我在一起就好了，那些烦心事儿都能找你聊聊。如今能跟殿下说知心事的，不还多了个任安乐吗？唯独是他，绝对不可。为什么？他又不了解10年前的那些往事。但任安乐冰雪聪明，一点就通，他怎么会不了解？倒是太子殿下你越是坚决，就越让人觉得心虚。我没有。你有。骆明熙，我只是欣赏他的为人和才情。你不也是一样？原来太子殿下今日来找我，是想问我为任安乐请功之事。我就是在想，你为何对任安乐也如此上心？这个也用的倒是巧妙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在朝中从来不偏倚，不结党，特立独行，什么时候和他走这么近了？我之前跟殿下说过，请你把他让给我。你是说你的刑部？因为我也是孑然一身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总是揣摩不透你的心思。你看，你嘴上说要娶弟子园，但心里却不愿我和任安乐亲近，这又是为什么？ ” 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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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。 。。 。 。 。 。 “。。 。。 。 。 。 “。 。 “。 。 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
殿下，你又重话了。没想到我们的太子殿下也会近乡情怯。我只是许久未曾见过他了。相逢即是圆满。温硕，也先恭喜殿下了。只是你和安乐姐真的就止步于此了吗？我虽然一直没见过你说的岱山那位，但听你的形容，我觉得跟安乐姐更加贴切啊。可惜。还有什么别的消息？哦，殿下，选妃的消息一出，各家的闺秀们竞争得更加激烈了。凌香楼的盘口花样百出，越开越多，有投什么赵将军的女儿。紫妍若是下山，必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任安乐劝陛下让帝家孤女下山，有何居心？此事必有蹊跷。任安乐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侯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浑水摸鱼嘛，这水越浑才越好。帝家孤女绝不能下山。相爷，当年你我奉旨查抄帝家，帝家孤女都是看着的。若是他这次回来，肯定会找我们复仇。一介孤女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更何况现在不希望她到此地的，不止一位。陛下松口了，太后娘娘也不会轻易让她下山的。侯爷啊，静观其变。我看朝中有许多人举荐令千金，说不准这侯爷府要出一位太子妃了。调侃我？哼！太子选妃乃是朝中头等大事，我府现在处于风口浪尖，稍有不慎那就是登高跌重。这群没眼力见儿的，还在不断上奏。令千金是众望所归，侯爷何必唉声叹气呀？让他们不要再奏请忠义侯之女为太子妃了。记住，不要一听全听，要循序渐进。是。子安，只要我活着，帝子元就不能下山。既然他要下山，那他就不能是帝子元。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帝子元改名帝承恩，方可下山。什么？帝子元改名帝承恩才能下山啊？帝子元下山乃慕天恩，因而自即日起须得改名帝承恩，以奉皇室恩典。为何要如此折磨紫元？殿下，你觉得帝小姐她不会改名啊？10年前的那桩旧案，紫元她断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承慕天恩的。殿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进宫见陛下。他怎能如此折辱紫元？殿下，这不只是皇上的旨意，也是太后的意思。殿下，你现在触怒陛下，紫元小姐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杀人诛心，他这道旨意下得真够决绝的，
看来我们还是把韩仲远想得太善良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不必生气。你若果真心如磐石，我倒可以放心许多。那你可以放心了。诛灭九族都已做了，留下遗孤当然是恩赐，能够换个名字下山当然是莫大的恩赐。够了，阿乐，我了解你，你断不会对仇人逆来顺受。子渊，10年未见了，你过得可好？我知道以你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改名下山。我可能一生都不会再见你。希望你在岱山能够安好。不对。也不对，日也下棋，夜也下棋，烦死了！这有什么好学的？棋你是必须要学的，毕竟他棋艺高绝。可是我不喜欢下棋。既然今日不想下棋，那我们改日再下。母亲，今日我听到了4声鸟叫，为什么只有3只鸟？有一只飞走了。不过也无妨，多一只鸟，少一只鸟有什么关系？这已经是我绣的第590只鸟语，也不知绣到何时才能逃离这方天地。山上的那位假的弟子员，如若他一口应下，别人怕是会起疑心。你叫我子渊，我当叫你明熙哥哥。如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将我送到靖南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任安乐。山上那位本来就是可怜的绅士，又因为我被囚禁10年，为了能生存下来，换了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名字。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就毁掉他的一生。我们应该让他下山，我们应该让他恢复自由之身。真的是他的字迹，一并帮我包起来吧。好嘞。这本书我要了。啊，殿下，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你可以换个别的吗？我都应你。换别的吗？殿下总允诺安乐看不上的东西。我们安乐寨的规矩是什么？想要的东西必须买到，买不到的东西强也要抢到。所以这本书我要定了。这金子你是要还是不要，就随你了啊。要。安乐姐，这本书对殿下大有用处，我们可以给你2倍的金子。你当我们穷啊？然乐，你若是真的喜欢，我手抄1份与你，可否？那可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太子殿下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为何非要这本书不可？这是子元父亲的遗物，我挑出来要送给他的。看来是送给情敌的，那
我就更不能给了。哎，拿来！有本事殿下自己来拿。沈安乐，别胡闹！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。掌柜的，对不住了。你俩别笑了，赶紧收拾残局吧。走吧，走。然乐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重情义、明是非之人。此书上有紫渊父亲的手迹，现在陛下下旨，让紫渊改名才能下山。若他最终决定不下山，也可作为一时慰藉。可是我听闻太子殿下在这10年间往岱山上送了不少书籍呢，万一他都已经懒得翻，看都懒得看了呢？他不会。你就这么笃定啊？因为紫渊尚且年幼时，便已胸藏锦绣。那可是在岱山上关了10年禁闭呀！这要是我，别说翻书了，我连话都懒得讲。你不是他，自然不能理解他。殿下聊起弟子园的时候，是最无趣的时候。他要是能不下来的话，那我可是占了大便宜。不如这样吧，他若不来，我便物归原主，如何？咱们就看看他来不来。哎，贵宾二位。真是您的自己，父亲，我必为帝家洗清冤屈。